它是蜀汉最后的辉煌，它虽然记载甚少，但是堪比三国著名的三大战役。它是天下三分、三国鼎立格局形成的关键之战，它就是汉中之战。做视频不易，求观众老爷们点个赞，小编跪谢。东汉末年三国时期，刘备与曹操两大军事集团为了争夺汉中这一重要之地，爆发了历史上名将云集的汉中之战。参战双方都是精锐尽出，刘备方的领军大将是以五虎上将为首的张飞、马超、赵云、黄忠等大将。曹操一方的将领也有包括五子良将在内的张合、徐晃，以及夏侯渊、曹休、曹真、郭淮等名将，算得上是三国时期的全明星阵容了。一般认为汉中之战发生的时间为建安22年，即公元217年。刘备率先出兵汉中，张飞、马超等将率领军队攻打武都开始。但是个人认为汉中之战的序幕应该是建安20年，即公元215年。张合率领军队进攻巴西郡，张飞随即反攻张合，在瓦口关大败张合开始，这就可谓是汉中之战的前奏了。公元217年，刘备命令张飞、马超、雷同、吴兰等大将攻打下汴，企图通过占领武都，随后趁机打通进攻凉州的渠道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武都这条道路也是西汉名将韩信暗度陈仓的路线，所以武都之战明显揭示了刘备集团的野心和企图。对于刘备的军事行动，敏锐的曹操那也是心知肚明，马上便做出了反应，命令曹洪、曹真、曹休率军防守。曹刘两军交战之后，张飞驻守固山，做出要截断曹军后路的姿态，企图诱使曹军分兵。随后趁机在曹军兵力不足之时，迅速击败曹军，攻占武都。但是曹军之中也是有高人的，曹洪等将领虽然没看出张飞的意图，但是被魏国的后起之秀猛将曹休发现了端倪。不久之后便明白张飞屯兵固山是疑兵，而且还看出了刘备大军的致命之处，做出了在下汴屯兵的吴兰是蜀军弱点的判断。于是魏军抓住蜀军尚未完全集结的机会，果断出击打败吴兰。吴兰、童雷等大将战死，眼看局势无解，张飞、马超只好率军撤退。武都之战失利之后，刘备不甘心失败，数次率军部署，但是都被曹军击退。刘备只得率军驻扎在阳平关，魏蜀两军由此进入了长期僵持阶段，前后僵持了将近1年之久。建安24年，即公元219年，刘备决定再次发兵，随即从阳平关出发，南渡沔水，驻军于定军山。原因是定军山距离汉中郡的南郑特别近，拿下南郑对汉中局势意义不小。曹操在得知之后，随即命令大将夏侯渊率军抢夺定军山。两军在定军山展开了激烈的争夺，围绕曹军的外围鹿角，蜀军开始进攻。刘备派出1万兵力猛攻张合防守的东面，一度危在旦夕。夏侯渊急忙分兵支援，趁夏侯渊分兵之际，刘备在走马谷火烧鹿角，命令大将黄忠在夏侯渊前去救火之时，率军居高临下冲入曹军，一举斩杀了夏侯渊。黄忠乘胜攻入了曹军营寨，此时曹军主帅已死，全军大乱，一战即溃。夏侯渊战死后，郭淮、杜袭等曹军将领推举张合为全军主将，以此安定军心。定军山之战是打破蜀魏两军汉中长久对峙僵局的关键意义，也是黄忠流传千古的经典之战。定军山之战不久之后，曹操亲率10万大军进驻汉中，也在阳平关驻扎，与刘备对峙。曹操亲自来争夺汉中，自然准备充足，在北山囤积了大量粮草。而这么一块肥肉，马上就被蜀军2位名将给惦记上了。黄忠力劝赵云截取曹军粮草，赵云也认为这是一个机会，但是刘备素来稳重，与黄忠商议之后，约定时间进行接应。到了行动之日，直到约定时间，黄忠还没有消息。赵云心中大急，只领了数十精骑前去查看，途中却遭遇到曹操大军。赵云拼死冲出曹军包围，曹军是紧追不舍。赵云返回营寨后，临危不乱地使出了空城计，结果曹军中计撤退。赵云趁曹军慌乱之时，
趁机攻击曹军后方，曹军随即大乱，自相践踏，淹死在汉水中的不计其数。汉水之战后，双方又在阳平关僵持了2个月。公元219年5月，曹操认为此时的汉中就好比鸡肋，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。经过反复的权衡利弊之后，曹操决定下令撤军。至此，持续了2年之久的汉中之战，刘备向天下宣告了胜利。但从整个汉中的形势来看，汉中要地、正南等平原地区依然在曹操的掌握之中，也就是说，汉中的大部分地区都在曹操的手中。那曹操为什么要撤军呢？个人认为，其一是曹操起初占领汉中也是出于司马懿的建议，以汉中为跳板占领益州，但是计划却赶不上变化，夺取汉中之后，益州却被刘备给占领了，曹操占领蜀地的战略意图便破灭了。但曹操不仅失去了占领益州的机会，还因为刘备夺取益州后急速扩大的势力，给曹军的防守带来了极大困难。曹操必须在汉中保持数十万的兵力来防守刘备，粮草的运送还要穿越秦岭，严重迟滞了曹操的扩张，汉中也就完全成了鸡肋。其二是汉中对于曹操而言是一个战略扩张的支点，而对刘备而言可谓是安身立命的根本。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，所以刘备发起汉中之战也是为了自身考虑。但是对于曹操来说，只因为汉中便与刘备大量消耗，完全划不来。其三是雍凉地区并不稳固，张飞与马超还在，准备攻占武都，借此进入凉州来扩大势力。从之后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占领武都后，凉州4郡立马倒戈就可以看出，马超对于凉州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。一旦张飞和马超成功，那整个关中就危险了。曹操还在关中与刘备对峙，腹背受敌，只有撤军才是最好的选择。其次是曹操撤军回到长安的时间是公元219年5月，同年7月，在荆州便爆发了一场足以撼动曹操势力的战役，那就是关羽发起的襄樊之战。关羽一度攻至南阳郡的宛城附近，整个中原为之震动。襄樊之战中，关羽竟然封锁了整个汉水，将襄阳和樊城彻底隔绝。这么大的规模肯定是经过长时间准备的，南阳一线对曹魏更加重要，也为了避免2线作战，所以回军增援也是必须的。其五是对于汉中之战，史料记载的很少，但是从诸葛亮和司马懿的图画中可以看出，曹操在汉中之战与刘备对峙是处于劣势的。一般认为，赵云在汉水之战大败曹军，但是汉水之战失利明显不至于让曹操仅胜自脱。从这2位顶级谋士的话中可以猜测，汉水之战后说不定还有一场更加激烈的大战，让曹操险些全军覆灭。综合这些原因，所以汉中之战，曹操不论兵力、地势还是战略部署等方面，相对于刘备都有明显的差距，最终不得已才下令撤军，由此结束了汉中之战。而汉中之战是曹操与刘备继赤壁之战后又一次较量的失败，延伸了刘氏集团在西南以及长江上游的势力范围，为最终三国鼎立的格局奠定了基石。从此，汉末军阀混战的局面被鼎立态势所取代，3分天下的格局得以确立，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段——三国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、关注加评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